7月的下午，鄰居陳大哥拿着一張電費單站在巷口的樹蔭下，臉色很不好看。他說，同樣一間老公寓，同樣4口人住，冷氣也沒有比去年多開，這一期的賬單竟然比去年同期多出了3000多塊。他把那張單子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，心裡的第一個念頭跟大多數人一樣，一定是冷氣。於是接下來那2個月，他把冷氣溫度往上調了2度，晚上11點以後不准開，全家人熱得睡不好。結果下一期賬單少了不到400塊。他很挫折地問我，是不是冷氣老了，該換了，還說已經在看新機的型錄，準備花5-6萬元換一台。我聽完只問了他一句話，你知道自己家現在用的是哪一種電價方案嗎？他搖搖頭，說那不是台電決定的嗎？這句話其實就是大多數台灣家庭一整年默默多繳錢的起點。我請他把賬單翻到印注明細的那一面，指了2個地方給他看。第一個是本期用電度數，第二個是角落那一行很多人一輩子沒看過的小字，上面寫着他家目前適用的電價方案。看完之後，他整個人愣住。他家夏天每個月的用電量早就超過1000度，可是用的還是最基本的累進電價。而且全家的用電時間幾乎完全集中在一天當中最貴的那一段。換句話說，冷氣只是把它推上了那個很高的級距，真正讓他每年默默多繳幾千塊的，是那個他從來沒有動過，也從來不知道可以動的方案。我們今天要把這件事講得清清楚楚，你會知道台電的累進電價到底怎麼切，夏月和非夏月差在哪裡，為什麼夏天多開台冷氣會讓賬單跳一大格。你會知道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這個東西到底適合誰，又會坑到誰。我會用2個實際數字帶你算一遍，同樣的用電量，不同的方案，一年可以差到8000元以上，而且方向可能是相反的。最後我會把真正該優先做的事情排出順序，還有申請要怎麼跑。先講結論，這件事跟你會不會省電關係不大，跟你有沒有搞懂自己的用電結構關係很大。很多人在冷氣上斤斤計較，省下的錢還不到方案差額的一半。先從最基礎的講起，台電的住宅用電用的是累進電價，也就是用得越多，每一度越貴。這裡有一個非常多人誤會的地方，一定要先講白。累進電價不是你用了800度，就整張賬單通通用800度那一格的價錢算，它是切段計費的，就像所得稅的累進稅率一樣，你用的每一度電會依照它落在哪一段套那一段的價錢，然後全部加起來。所以就算你不小心衝到最高的級距，也不是整個月的電都變成天價，只有超出來的那一部分變貴。這個觀念先建立起來，後面的計算你才看得懂。再來是夏月，台電把每年6月1日到9月30日這4個月定為夏月，適用一整套比較貴的費率。10月1日開始回到非夏月費率。以夏月的住宅用電來說，每個月的前120度，每度大約 1.78 元，121度到330度這一段，每度大約 2.55 元，331度到500度，每度大約 3.80 元，501度到700度，每度大約 5.14 元，701度到1000度，每度大約 6.44 元，1000度以上，每度大約 8.86 元。你把最低那一格和最高那一格擺在一起看，就會明白為什麼夏天的賬單會失控。同樣是一度電，一個是 1.78 元，一個接近 8.9 元，中間差了將近5倍。非夏月的整張費率表則是往下修的，而且越高的級距，降幅越明顯。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家庭冬天用電也不少，賬單卻溫和得多。換個方式講，同樣一個開燈開電視的日常，在10月做跟在7月做，價錢本來就不一樣。這不是你變浪費了，是規則換了一套。理解這一點，你就不會在每年7、8月對着賬單自責，而是會去想真正該調整的地方在哪裡。這裡還有一個非常實際的陷阱，台電通常是2個月抄一次表，所以你賬單上看到的本期用電度數是2個月的合計。計費的時候，台電會拆成每個月來對應級距，但一般人看賬單的時候，很容易把那個2個月的數字當成1個月的用電，於是嚴重高估自己的級距，或者反過來看到一個大數字就直接放棄理解。正確做法很簡單，
把本期度數除以2，那個才是你每個月大概的用電水準，也才是你判斷要不要換方案的關鍵數字。如果你的賬單剛好橫跨6月或9月，台電會按天數比例拆成下月和非下月分開計算，所以那2期賬單看起來常常特別奇怪，這是正常的。現在我用一個具體的數字，讓你看看跳級到底有多可怕。假設一戶人家夏天原本每個月用600度，因為家裡多了一個孫子回來住，多開一台冷氣，用電量變成800度，多出來的是200度，聽起來不多，对不對？但這200度全部落在501度到700度那一格和701度以上那一格。501度到700度的100度，每度 5.14 元是514元。701度到800度的100度，每度 6.44 元是644元。也就是說，多用的這200度要付大約1158元，平均每度接近 5.8 元。同樣是200度，如果落在最前面那2格，只要付大約400元出頭。同樣的電，同樣的用途，價錢差了將近3倍，差別只在於它排在你這個月用電的第幾度。這就是累進電價最讓人措手不及的地方，它懲罰的不是你用的多，而是你已經用了多少。也因為這樣，很多家庭到了夏天會有一種怎麼省都沒感覺的無力感。你把冷氣調高2度，可能省下30度電，可是那30度是從最高那一格扣掉的，看起來省了100多塊，卻完全填不了整體跳級帶來的落差。真正有效的做法是把地基整個往下拉，或者換一套不用照着級距玩的規則。這就帶到今天真正的主角——時間電價。時間電價的邏輯跟累進電價完全不同。累進電價看的是你用了多少，時間電價看的是你什麼時候用。電力系統最怕的是尖峰時段大家一起用，所以台電設計了一套方案，把一天切成尖峰和離峰。尖峰時段的電比較貴，離峰時段的電便宜到讓人意外。一般家庭最常接觸到的是表燈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，裡面又分成2段式和3段式。以2段式在下月的情況來說，周一到周五上午9點到晚上12點是尖峰，每度大約 5.01 元。平日的午夜12點到早上9點是離峰，每度大約 1.96 元。而周六和周日是一整天24小時都算離峰，同樣每度大約 1.96 元。另外，這個方案每一戶每個月有一筆基本電費，大約75元，不管你用多少都要付。除了2段式，還有一種3段式，它把平日再多切出一段半尖峰，尖峰的時間帶縮短，費率更高，半尖峰的價錢介於中間。3段式適合的是那種用電高峰非常集中在下午的家庭或小店，例如下午開店、傍晚打烊的早餐店以外的形態。但對絕大多數的一般家庭來說，2段式比較單純，也比較好執行。因為你只要記住一件事，晚上12點以後和整個周末，電是便宜的。規則越單純，全家人越有可能真的照着做。這一點比理論上哪個方案划算更重要。我遇過不少人選了3段式，結果記不住，時段用起來反而更糟。你看出關鍵了嗎？尖峰是離峰的 2.5 倍以上，而且周末整整2天全部算便宜的。這代表，如果你家的用電可以大量移到晚上、清晨或周末，時間電價會非常划算。但如果你家的用電全部塞在白天到晚上12點之間，那麼每一度都在挨 5.01 元這一刀，還要外加基本電費，結果可能比原本的累進電價更貴。那到底誰適合？台電自己給的建議是，住家每個月用電700度以上，上限到4400度這個區間，比較有機會受惠。如果是小商店，門檻更高，大約要1600度以上。原因很直觀，用電量越大的家庭，在累進電價底下越容易被推進 5.14 元、6.44 元，甚至 8.86 元的高級距。這時候換到一個尖峰 5.01 元、離峰 1.96 元的方案，才有壓低的空間。反過來說，一個月只用300度、400度的家庭，在累進電價底下，大部分的電都還停在 1.78 元和 2.55 元。那2格比時間電價的離峰價還便宜，這時候換過去，
等於自己把便宜的電換成貴的電，還多付一筆基本電費。除了度數，第二個判斷條件是作息，而且這一點比度數更常被忽略。時間電價真正要你做的事，不是用少一點，而是把用電搬時間。洗衣機、烘衣機、洗碗機、電熱水器加熱、電動車。但如果家裡有長輩整天在家，有人在家工作，有需要全天運轉的醫療器材，或者根本沒辦法半夜洗衣服，那麼你就算換了方案，用電結構沒有跟着改，賬單只會更難看。我看過太多人是聽鄰居說換了很省，自己也去換，換完之後生活照舊，然後半年後又跑去改回來，中間白白多繳了好幾千。講到這裡，我們來實際算一遍，你會更有感覺。第一個例子就用陳大哥家3代同堂，夏天每個月用電大約1200度，在累進電價底下怎麼算？前120度每度 1.78 元是 213.6 元，接下來的210度每度 2.55 元是 535.5 元，再來170度每度 3.80 元是646元，再來200度每度 5.14 元是1028元，再來300度每度 6.44 元是1932元，最後超出1000度的那200度每度 8.86 元是1772元，全部加起來一個月的電費大約6127元。現在把同樣的1200度放進二段式簡易時間電價，假設它們調整之後，尖峰用600度，離峰用600度，也就是把洗衣、烘衣、熱水器加熱和一部分家事移到晚上12點以後和周末。尖峰600度乘以 5.01 元是3006元，離峰600度乘以 1.96 元是1176元，再加上基本電費75元，一個月大約4257元，兩邊相減。同樣的1200度，一個月差了將近1870元。下月有4個月，光是這4個月就差了大約7480元，再加上非下月那8個月，就算每個月只差幾十塊，一年加總下來很輕鬆就超過8000元。這就是標題那個數字的來源，它不是誇張，它只是一個把用電量做對，時段也做對的家庭，跟一個什麼都沒改的家庭之間很平常的差距。但是請你先別急着去申請，因為第二個例子的答案是相反的。同一條巷子裡的李阿姨，夫妻2個人住，夏天每個月用電大約350度，累進電價底下前120度是 213.6 元，接下來的210度是 535.5 元，剩下的20度乘以 3.80 元是76元，合計大約825元。如果他換到二段式時間電價，而他的作息是典型的退休生活，白天在家看電視、開除濕機、煮飯，晚上10點多就睡了。所以350度裡面大概200度落在尖峰，150度落在離峰。尖峰200度乘以 5.01 元是1002元，離峰150度乘以 1.96 元是294元，加上基本電費75元，一個月變成1371元。同樣的350度，他換方案之後每個月多繳546元，夏天4個月就多繳2000多塊。這不是他比較浪費，這是方案跟他的生活不合。所以請記住這句話，時間電價不是升級版，它只是另一套規則。規則對你有利就是省，不利就是賠。而決定有利或不利的是你的用電量和你的作息，不是別人的經驗。還有第三種人是最容易做錯決定的，我特別把他們拉出來講，那就是月用電量剛好在700度上下徘徊的家庭。這種家庭最常聽到的建議是，你剛好到門檻了，換吧。但實際上要看的是尖離峰的比例。我們同樣算一遍，下月800度，累進電價底下是 213.6 元、535.5 元、646元、1028元，再加上701度到800度，那100度乘以 6.44 元的644元，合計大約3067元。如果換成二段式，而這戶人家白天有人在家，尖峰用550度，離峰250度，那就是550乘以 5.01 等於 2755.5 元，加上250乘以 1.96 的490元，
再加75元基本電費，合計大約3320元，反而每個月多繳200多塊。但如果同一戶人家願意調整，把比例翻過來，變成尖峰350度，離峰450度，那就是 1753.5 元，加上882元，再加75元，合計大約2710元，每個月省了300多塊。你看到了嗎？同一戶人家，同樣800度，只是把用電時段搬一搬，一個月的結果就從多繳200多變成少繳300多，中間差了600元，一年就是好幾千。這代表對邊界戶來說，決定成敗的完全不是那張費率表，而是你們家願不願意真的改變作息。如果你心裡很清楚全家人不可能配合，那就誠實一點，留在累進電價，把力氣花在後面要講的事情上，一樣有效。方案講完了，我們回頭來抓真兇。因為就算你選對方案，如果家裡有幾個一直在偷電的東西，你的度數還是會被墊高，還是會被推進高級距。第一個真兇是待機電力。工研院的測試統計指出，家庭裡的待機電器一年消耗的電大約佔家庭用電的 7.4%。國際能源總署針對先進國家的調查則落在 3% 到 11% 之間。 7.4% 聽起來不多，但如果你一年電費36000元，那就是2600元左右，而且是完全沒有換到任何舒適度的2600元。經濟部能源署的資料還點出一個大家想不到的冠軍，家用電器待機功率排行榜的第一名，不是冷氣，也不是電視，而是數位機上盒。它整天亮出那顆小燈，其實一直在運作。其他常見的還有電視、音響、電腦周邊、無線路由器、免治馬桶座、電熱水瓶。第二個真兇是老冰箱。冰箱是家裡唯一一台從你買回來那天起就沒有關過的電器，一年8760個小時全在跑。資料顯示，超過10年的冰箱耗電量大約是一級能效新冰箱的 1.5 倍，超過20年的更是 2.5 倍以上。很多長輩家裡那台還會冷，幹嘛換的老冰箱，一年多吃掉的電費，累積幾年就足夠買一台新的。而且工研院統計，冷氣加上冰箱佔了家庭全年用電量的40%以上，到了夏天，兩者合計接近60%。這代表你在其他小電器上省的那些很難撼動大局。第三個真兇是儲熱式電熱水器，它的機制是先把一整桶水加熱到設定溫度，然後為了維持那個溫度，一天24小時反覆啟動加熱。也就是說，就算你整天沒洗澡，它還是在燒錢。這種電器有一個很大的特色，它是少數可以完全控制時間的大電器。只要加裝定時器，設定在洗澡前1-2個小時才開始加熱，或者在時間電價的離峰時段加熱，省下來的幅度會非常明顯。除了這3個，還有幾個在台灣家庭裡很常見，但很少被算進去的角色。一個是除濕機，很多長輩習慣整天開着，它的耗電並不低，而且開了除濕機，通常門窗都關着，冷氣的負擔也跟着變重。合理的做法是設定濕度在 50% 到 60% 之間，讓它自動停機，而不是讓它一直跑。另一個是電熱水瓶，它跟儲熱式熱水器是同一個道理，一整天反覆保溫加熱，用保溫壺取代，或者只在需要時燒水，一年省下來的度數比你想象中多。還有烘碗機和烘衣機，這2台都是純電熱，功率很高，但好消息是它們100%可以移到離峰時段執行，是班時段的最佳人選。我也要順手澄清2個很流行但會害你白費力氣的說法。第一個是所有插頭都要拔才省電，待機電力值得處理，沒錯，但冰箱、網絡數據機、有記憶設定的機器不需要拔，拔了反而麻煩甚至損壞。重點是集中處理那幾個大戶就好。第二個是冷氣開開關關比較省，變頻冷氣的耗電高峰在剛啟動把室溫拉下來的那段時間，一旦到達設定溫度之後反而很省。所以短時間出門真的不要關，關掉再開，等於讓它從頭再判一次。把這些真兇跟方案問題放在一起看，你就會發現冷氣其實一直被冤枉。冷氣是把你推上級距的那隻手沒錯，但底下那一層被待機電力、老冰箱、電熱水器堆起來的地基，
才是讓你一整年都停在高費率的原因。那到底該怎麼做？我把優先順序排給你，請照這個順序來，不要跳。第一件事，把最近一期賬單找出來，本期用電度數除以2，算出你每個月大概用幾度。這個數字決定後面所有事情。第二件事，如果你算出來的月用電量長期在700度以下，那你現在就可以停在這裡。時間電價大概率不適合你，把力氣放在後面幾項就好。如果你的月用電量在700度以上，尤其是夏天會衝到1000度以上，那就進行第三件事。第三件事，上台電官網找簡易型時間電價試算評估的服務。這個工具最有價值的地方是，它可以用你自己的實際用電資料去試算，不是隨便估，算出來會直接告訴你換了之後是省還是賠。這一步免費，而且只要幾分鐘。第四件事，如果試算結果是省的，才去申請。申請管道有台電官網、台電電力 App 打1911客服專線，或者直接到當地的營業處臨櫃辦理。台電會替你換裝智慧電表，這個換裝本身是不收費的。換好之後，你還可以隨時查看自己每個時段的用電，這對調整習慣非常有幫助。要提醒的是，方案變更會有一定的期間限制，不是想改就改，想改回來就改回來。所以申請前記得問清楚規定，別讓自己卡在一個不合適的方案裡一整年。而且我要特別講一下智慧電表的價值，它常被當成只是換一個表而已。換裝之後，你可以在台電的系統上看到自己每一天甚至每個時段的用電曲線。這件事的意義非常大，因為你終於可以看到家裡在沒有人用電的時候到底還在耗多少。你只要看凌晨3、4點那條線的高度，那個就是你家的基礎負載，也就是冰箱、機上盒、路由器、熱水器這些東西在你睡覺時默默吃掉的電。很多人是看到這條線之後才真的相信待機電力和老冰箱有多可怕。就算你最後決定不換方案，能看到自己的用電曲線本身就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工具。第五件事，不管你有沒有換方案，把可以移動的用電搬到離峰或周末，洗衣、烘衣、洗碗機、電熱水器加熱、電動車充電，這些都是不影響生活品質就能搬的。這裡有一個實務上的提醒，半夜運轉的家電要注意噪音和安全。洗衣機建議放在有排水的空間，烘衣機要清乾淨棉絮再運轉，不要為了省電制造風險，也不要吵到樓下鄰居。用定時功能讓機器在你睡覺之後才開始跑，是最省事的做法。第六件事，處理待機電力，最簡單的做法是換幾條有獨立開關的延長線，把機上盒、電視、音響、電腦周邊集中在同一條，不用的時候一鍵關掉。長期出門前也記得把免治馬桶座和電熱水瓶的插頭拔掉。如果家裡有長輩不方便一直彎腰開關，市面上也有定時插座和智慧插座，設定一次之後就會自動在固定時間斷電，這比要求家人養成習慣實際得多。另外提醒一句，延長線本身也有壽命，超過5-6年，外殼發黃或插孔鬆動的就該換掉，這既是省電也是防火。第七件事，看看你家冰箱幾歲了，超過15年而且還在正常運轉的，可以認真評估汰換。尤其現在常有節能家電的補助方案可以查，同時把冰箱塞到8分滿就好，留出冷氣循環的空間，背面和側面離牆至少10公分，門封條老化裂開的話換一條新的。這幾件事不用花什麼錢。最後才輪到冷氣，冷氣不是不用管，而是它的優化空間沒有前面那些大，把溫度設在26度到27度，搭配電風扇讓冷空氣循環，體感會比單開冷氣調到24度更舒服也更省。濾網2到4周清一次，堵住的濾網會讓壓縮機做更多白工，短時間出門不要關再開，變頻冷氣重新降溫，比維持溫度更耗電。這裡要特別叮嚀一句，也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，省電絕對不要省到自己身上。夏天的室內熱傷害在長輩身上非常常見，尤其是獨居、慢性病、服用某些降血壓或利尿藥物的人，對熱的反應本來就比較遲鈍，等到覺得熱的時候，常常已經來不及。如果出現頭暈、噁心、頭痛、心跳變快、皮膚發燙卻流不出汗，
或者講話開始語無倫次，意識不清楚，這就是熱傷害，要立刻移到陰涼處，鬆開衣物，用水擦拭身體降溫並補充水分。意識不清或體溫持續升高的話，請立刻送醫。一次熱傷害住院的費用和風險遠遠超過一整個夏天的電費。冷氣該開就要開，我們要省的是那些沒有換到任何舒適和健康的浪費，不是省掉自己的安全。把今天的重點收一收。台電的累進電價是切斷計費的，下月是6月1日到9月30日，這4個月的費率整套變貴，最低級距每度 1.78 元，最高級距接近 8.9 元，中間差了將近5倍。所以夏天的關鍵不是省一點點，而是不要讓自己整年都停在高級距。看賬單要記得把本期度數除以2，那才是你的月用電量。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是另一套規則，不是升級版。二段式在下月的尖峰是平日9點到晚上12點，每度約 5.01 元。離峰是平日午夜到早上9點，加上周末全天，每度約 1.96 元。另有每月約75元的基本電費。台電建議住家月用電700度以上才比較有機會受惠，而且必須真的把用電搬到離峰才會省得到。同樣是1200度的家庭，選對方案一年可以差到8000元以上，但同樣的方案放在月用電350度的2口之家，反而每個月多繳500多元。所以動作的順序是先算度數，再上台電網站用自己的實際資料試算，確定會省再申請。申請前問清楚變更的期間限制。至於真兇，待機電力約佔家庭用電 7.4%， 機上盒是待機功率的冠軍，超過10年的冰箱耗電約是一級能效機種的 1.5 倍，超過20年是 2.5 倍以上。儲熱式電熱水器整天保溫，是最值得加裝定時器的一台。冷氣加冰箱佔了全年用電40%以上，夏天接近60%，這才是真正的大頭。把地基降下來，把方案選對，把時段搬對，你的賬單才會真正變輕。